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这一位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活生生的传奇。阿诺·施瓦辛格，他的人生履历根本就是开了外挂。从奥地利乡下的一个小伙子变成世界健美冠军，然后又跨界成为好莱坞的票房保证，最后还真的当上了美国加州的州长。这中间任何一项成就都够一般人奋斗一辈子了，对吧？但他居然全部都做到了，这背后到底藏了什么样的成功心法？今天我们不讲那些虚无缥缈的心灵鸡汤，我们要做的是直接把他那套非常强大而且经过验证的思维系统，一步一步拆解成一套你也可以带回家，马上开始用的成功蓝图。OK， 我们直接切入重点。阿诺所有成功哲学的核心，就是这句非常残酷但也极度真实的话：拼了命的干，根本没有什么神奇药丸。这句话基本上像一盆冷水，直接浇醒了所有对成功抱持着不切实际幻想的人。他也为我们今天的整个分析定下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基调。这条路上没有任何捷径，没有任何秘方，只有扎扎实实的汗水。而这也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，也是最基础、最根本的法则。今天我们会把阿诺这套复杂的成功心法拆解成4个环环相扣的核心法则，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。第一，无可取代的努力；第二，建立你的愿景；第三，摧毁你的安全网；第四，把失败当作你的朋友。最后呢，我们会把这一切整合起来，变成一套你可以带走的个人成功蓝图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就来看第一点。法则一，无可取代的努力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所有成就的入场券。对，就是入场券，没有这张票，你连比赛的资格都没有。后面讲再多宏伟的梦想，再多聪明的策略，全部都只是空谈。这听起来很老套，对吧？要努力呀，谁不知道？但这也是最多人知道，却也最多人做不到的一点。我们来看看阿诺所谓的努力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？我们直接来看看阿诺20岁时的一天是怎么过的。老实说，我第一次看到这张时间表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太惊人了。早上，他跟一般年轻人一样，要去上大学的课，吸收知识。下午直接杀去健身房，不是练1-2个小时是狂练整整5个小时。你以为练完就结束了吗？没有，他接着要去工地做建筑工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健美根本赚不了什么钱，他连买高蛋白粉的钱都得自己一个砖头一个砖头的赚回来。然后你以为这样一天就结束了？还没。到了晚上8点到午夜12点，他一周还有4天要去上专业的表演课。他自己说，他没有浪费任何1分钟。这就是为什么他20岁就能拿下宇宙先生的冠军，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得主。你摸着良心说，这个时间表是不是真的非常非常疯狂？很多人听到这里，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太扯了啦，我哪有那么多时间？重点来了。阿诺这辈子最讨厌听到的借口就是我没时间。他直接用最简单、最残酷的数学来彻底打破这个迷思。你看这张图，一天就是24小时，这对地球上每个人都一样，非常公平。阿诺是这样算的：假设你睡6个小时，有些人可能会说要睡8小时才够，他还会开玩笑说那就睡快一点。好，就算我们对自己好一点，睡足8小时，那你还剩下16小时。一般人工作再加上通勤时间，我们算宽裕一点，大概花掉10个小时。这样算下来，你每天还剩下整整6个小时。重点来了，这每天多出来的6个小时，你拿来做什么了？滑手机、看 Netflix、跟朋友出去抱怨工作。阿诺就是把这些我们眼中的垃圾时间全部榨干，用来投资在他自己的未来上。所以时间从来就不是没有，问题只在于你把它花在哪里。而这正是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真正关键。而且光是投入时间还不够，更重要的是努力的品质。阿诺常常引用传奇拳王阿里讲过的这句名言。当年有记者问阿里，他平常都做几下仰卧起坐，阿里回答：
我从来不数，我只有在感觉到痛苦之后才开始算。你仔细想想这句话的含义，真正的成长从来都不是发生在舒适区里，而是在你达到极限，肌肉开始灼烧，你大脑疯狂地告诉你该放弃了的时候，你还能坚持下去的那几下，那才是成长真正发生的时刻，那才叫做 work your ass off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当你感到痛苦时，你的努力才真正开始算数。好，我们知道了，努力是基本盘，是入场券，但光是埋头苦干就够了吗？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，它直接决定了你刚刚提到的那种痛苦的努力，对你来说究竟是人间炼狱，还是一种享受？这就是法则2，建立你的愿景。这个愿景就是你所有努力的燃料和引擎，没有它，你的努力就像一台没有方向盘的法拉利，再有力也只会原地打转。阿诺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，在美国有高达74% 的人打从心底讨厌他们的工作。你没听错，将近3/4的人每天早上闹钟响起，想到要去上班就觉得痛苦。他们把自己人生最精华、最有活力的时间都花在自己根本不喜欢的事情上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阿诺认为，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一个清晰的愿景或目标，他们就像在茫茫大海上漂流的一艘船，没有罗盘，也没有想去的目的。可能大学念什么科系是爸妈选的，或是看分数落在哪里。出社会找工作是看哪个薪水比较高，哪个听起来比较稳定。结果工作就变成了一件不得不做的苦差事，它唯一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赚钱付账单，而不是一件能够点燃你内心热情，让你觉得活着有意义的使命。他用健身房的例子来解释这件事，真的非常传神，也很好懂。他说，很多人看到他在健身房练得那么辛苦，却总是满脸笑容，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旁边其他练得一样辛苦的人，个个都愁眉苦脸，面目狰狞。差别到底在哪里？差别就在于那些愁眉苦脸的人，他们只是在应付训练，他们感受到的是肌肉的酸痛和疲劳。但是阿诺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他有一个极度清晰的愿景。他说，对我来说，我眼前追求的是宇宙先生的冠军头衔，所以我做的每一次推举，每一个弯举，每一个深蹲，都让我离那个目标更进一步。你看，他看到的不是冰冷的杠铃，而是冠军奖杯闪耀的光芒。他不是在举重，他是在雕塑他的未来。所以他等不及要做下一个500磅的深蹲，他等不及要做2000下仰卧起坐，因为每一次的痛苦都直接代表着离梦想更近。这就是愿景的力量，它能把最艰苦的劳动转化为最有意义的追求，让你从痛苦中尝到甜头，让你乐在其中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第3个法则，可以说是阿诺心法里面具争议性，但也最关键的一点。当你有了愿景，也愿意付出努力了，接下来你必须学会一件非常反直觉的事情，摧毁你的安全网，也就是我们一般人常说的 B 计划。在一般人的观念里，准备 B 计划是非常明智的，对吧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以防万一。但阿诺的看法完全相反，他认为 B 计划是你通往成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开始思考 B 计划的时候，你其实在潜意识里就已经在为失败做准备了。你投入在 B 计划的每一分心思，每一点精力，都是从你最重要、最该全力以赴的 A 计划那里偷来的。它就像一个小小的声音在你耳边说，没关系啦，反正失败了也没差，我还有退路。这个声音会稀释你的专注力，动摇你的信念。阿诺坚信，人在没有安全网的时候表现得最好。你想想看，当你站在悬崖边，后面没有任何退路的时候，你会爆发出最强的潜力，想尽一切办法往前冲，对吧？但如果悬崖下面有一张又大又柔软的安全网，你可能就会想，就算掉下去也没关系。那份破釜沉舟、背水一战的决心就瞬间消失了。B 计划
就是那张让你分心、让你松懈的心理安全网。这真的不是空谈。阿诺自己的人生就是没有 B 计划的最佳证明。他下定决心要成为健美冠军，就全力以赴，从来没想过如果失败了要回去做什么。他决定要去美国发展，就义无反顾，没有给自己留后路。他立志要成为好莱坞的一线男主角，就疯狂上表演课，矫正口音，从不怀疑自己。甚至后来他决定要竞选州长，也是一样的模式。这种破釜沉舟、100% all in 的投入，正是他能达成这些在旁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目标的真正关键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哇，没有 B 计划，那也太可怕了吧？如果失败了，不就一无所有了吗？这个恐惧非常真实，也非常正常。这就带我们到第4个，也是最后一个法则：你必须重新定义失败，把它变成你的朋友。事实上，人们之所以需要 B 计划，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太害怕失败了。OK， 在解释这个法则之前，我想先让大家看一个数字，9000。你觉得这个数字代表什么？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猜猜看，1、2、3。这个数字是篮球之神迈克乔丹在他辉煌的 NBA 生涯中投失的球的数量，整整9000次失手。这让他成为一个失败者了吗？完全没有。相反的，这9000次的失败是他成为史上最伟大篮球员所必须支付的学费。阿诺想传达的观念就是，失败不是成功的对立面，它就是成功的一部分，是你往上爬的阶梯。你踩过的每一个失败，都让你离成功更高一点。接下来这一张表格把这个观念讲得非常清楚。你看，赢家会不会失败？当然会。输家会不会失败？也会。两者唯一的差别是什么？就在于失败之后的行动。赢家失败了，会站起来，拍拍身上的灰尘，分析原因，学到教训，然后继续前进。但是输家失败了，就直接躺在地上不起来了，开始抱怨、找借口、怪天怪地。所以真正定义你是不是输家的，从来都不是失败这个行为本身，而是你选择放弃的那一个决定。阿诺自己也从来不避讳谈论他的失败。他输过健美比赛，输过举重比赛。他拍过很多被影评骂到臭头、票房惨不忍睹的电影。他说这些电影根本是掉进了马桶里。他担任州长的时候，民调支持率一度跌到只剩下28% 的谷底。但每一次，他都把这些当作是宝贵的学习机会，然后重新站起来，赢得下一次的胜利。你看，当你不再害怕失败，把它看作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时，你自然也就不需要那个所谓的 B 计划了，你才能真正放手一搏，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你的 A 计划中。好了，讲到这里，我们已经把阿诺成功的4大心法都解析完了。现在我们来把这些拼图全部凑在一起，你会发现这4个法则其实是互相加成、彼此巩固的，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成功蓝图，一个强大的正向循环。你的成功蓝图是这样的：第一步，你必须用一个清晰的愿景来点燃你内心的热情，因为这会让你的努力变得有意义。第二步，有了目标之后，就要投入无可取代的努力，把每1分钟都用在刀口上。第三步，为了确保你能够全力以赴，你必须有意识地摧毁你的 B 计划，让自己没有退路。第四步，在这个全力以赴的过程中，要拥抱必然会发生的失败，把它们当成养分，每一次跌倒都让你变得更强，然后重新站起来。这就是阿诺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亲身验证过的一套成功系统。所以现在这份蓝图就在你眼前了。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，一个需要你诚实面对自己的问题。你已经拥有了这份蓝图，现在你害怕去建造什么？那个你一直想做，却又因为害怕辛苦、害怕失败而迟迟不敢开始的梦想，到底是什么？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，阿诺的成功蓝图围绕着4个核心法则。第一，无可取代的努力是基础。第二，清晰的愿景是燃料，让努力变得快乐。第三，摧毁 B 计划是决心，逼出你的最大潜力。第四，拥抱失败是韧性，让你越挫越勇。
这4者结合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成功闭环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加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，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。